今天来和大家聊聊古人的智慧有多可怕。我在这先介绍下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历史背景和意义。都江堰水利工程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，始建于公元前250年，由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父子率众修建。它是世界上最古老、唯一留存、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。在都江堰水利工程修建之前，成都平原经常遭受水灾和旱灾的困扰。岷江从西边的岷山上流下来，湍急的水直流到灌县，因为地势突然变平缓，泥沙大量沉积，河床增高，河水常常泛滥成灾。然而盆地的东侧又因为被玉垒山阻隔，岷江的水流不过去，又常常闹旱灾。李冰来到蜀郡以后，马上对蜀郡的农田水利状况做了实地考察。他发现蜀地四周都是高山，中间却是块大盆地，要发展农业，关键是解决农田的灌溉与排涝问题。所以李冰决定在灌县城郊凿通玉垒山，引水分洪。在此同时，再在这段江中筑坝搞分流，将江水引到东边，灌溉东边的大片农田。为实现这个伟大的计划，李冰还组织了数十万民工，开山凿石，修堰开渠，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战，最终建成了闻名于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。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仅仅发挥着它防汛灌溉的效益，还惠及下游川西平原40多个县，1万多平方公里，1000万多亩田地旱涝保收，四川从此沃野千里，成为当之无愧的天府之国。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以破坏自然资源为前提，充分利用地势地貌、水流等自然特点，变害为利。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。再说下这超越了现代人类智慧的设计。都江堰水利工程由3大主体部分组成：鱼嘴分水堰、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口进水口。这些部分成功解决了江水分流、控制进水量和自动排沙的问题。一、鱼嘴分水堰。鱼嘴分水堰位于江心，把岷江分成内外2江。外江位在西，又称金马河，是岷江正流，主要用于航洪；内江位在东，是人工引水总干渠，主要用于灌溉，又称灌江。鱼嘴决定了内外江的分流比例，是整个都江堰工程的关键。内江取水口宽150米，外江取水口宽130米。利用地形地势，使江水在鱼嘴处按比例分流。春季水量小时，4成流入外江，6成流入内江，以保证春耕用水。春夏洪水季节时，水位抬高慢过鱼嘴，6成水流直奔外江，4成流入内江，使灌区免受水淹。这就是所谓分4-6，平涝旱。2、飞沙堰溢洪道。飞沙堰溢洪道起到溢洪排沙的作用，原名是郎堰，唐高宗龙朔年间筑成，是内江的溢洪排沙通道。飞沙堰是金刚堤下段710米处的一个缺口，位于虎头岩对岸，宽240米，堰顶高过河床2米。飞沙堰将超过灌区需要的江水自行排到外江，使成都平原免受洪涝，又能将水中裹挟的大量沙石利用离心力从这里排到外江，避免淤塞内江、宝瓶口和灌区。飞沙堰遵循低作堰的原则，使超过宝瓶口流量上限的内江水漫过堰顶流入外江。如果遇到特大洪水，堰体会自行溃堤，让江水回归岷江正流。飞沙堰顶高的调节，加上宝瓶口的限流、虎头岩的导引，即可保证引水区既有足量清水，又无洪涝威胁。3、宝瓶口进水口。宝瓶口进水口是都江堰的引水工程，是在玉垒山延伸向岷江的山崖上人工凿开的缺口，距飞沙堰下口120米，位于古灌县城墙西门玉垒关下，开凿于都江堰创建时。宝瓶口上宽下窄，底宽14.3米，顶宽28.9米，平均宽度20.4米，高18.8米，峡口长36米。口内及内江流入的进水口宽70米，口外出水口宽40至50米，形如瓶颈，宝瓶口也因此得名。宝瓶口同飞沙堰配合，具有节制水流大小的功用，是控制内江进水量的关键。内江水流经过宝瓶口流入，灌溉成都平原的大片农田。在洪水期间，内江水位提升高过飞沙堰，洪水就进入外江流走，并加上宝瓶口对水流的约束，达到防洪作用。3者有机配合，相互制约，协调运行，引水灌田，分洪减灾，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、自动排沙、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，消除了当地的水患。再来说说它灌溉的功能和经济影响。
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最主要作用是引水灌溉、防洪。它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、东南低的地理条件，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、水脉、水势、城市力导、无坝引水、自流灌溉，使堤防、分水、泄洪、排沙、控流相互依存，共卫体系保证了防洪、灌溉、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。它通过引水灌溉和防洪来促进农业生产。它将岷江水流分成2条，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，这样既可以分洪减灾，又达到了引水灌田、变害为利的目的。几千年来，岷江在这里变害为利，造福农桑，将成都平原变成水旱从人、不知饥馑、食无荒年的天府之国，并进而促进了整个四川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。此外，都江堰水利工程还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。它通过控制岷江进入成都平原的水量，使岷江沿岸地区既有充足灌溉的水源，免受水患灾害，又能保护当地生态环境。它不仅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水源，促进了农业生产，还有助于保护当地生态环境，为属地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，成为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迹。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一项千古不朽的伟大工程。